Aloha， 我是星期天。你现在收看的是故事台北第一话之蒙甲传奇。说到这个蒙甲，外国人会想到哇哦龙山寺，拜拜拜拜；原住民会想到哦哇哦那个独木舟，泛舟泛舟；天龙人会想到不就游民跟特种产业吗？就跟电影《蒙甲》里面呈现的一样，许多人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没落的城镇，殊不知蒙甲可是台北最早发迹的地方啊！究竟蒙甲是如何从台北第一街走向没落？今天又要如何重振雄风呢？蒙甲也就是今天的万华。俗话说一府二路三艋甲，艋甲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，从清代开始就与府城、鹿港并列为台湾3大贸易中心。当时艋甲热闹的程度就像世纪帝国的城镇中心，是台北盆地卤蛇与土豪最集中的地方啊！当城市繁华到一个 level， 一些纸醉金迷的东东，像是酒家跟摸摸茶就悄然出现了。虽然后来因为河流都塞住了，搞得产业都转型了，艋甲逐渐走向没落，但那些灯红酒绿的西西就这样留在了艋甲。哇哦，斯巴拉西！不过艋甲可不是只有摸摸茶哟，深厚的历史文化才是艋甲的亮点啊！这里我们要好好感谢龙山寺观世音菩萨的努力耕耘啊！在很多年以前，台北地区是个危险地带，有些来到这里的汉人为了祈求老天爷庇佑，就是我，都会随身携带口袋型观世音菩萨。后来大家一个恭喜发财，便合资兴建了艋甲龙山寺。龙山寺走过了200多年，经过了好多次的风吹雨打和战争的咻咻不不，但靠着地方人士好窝心的1人1块小铜板，你来出钱我出力的修修补补，今天看起来也是就笑脸的呢。可见人们对龙山寺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啊！走进龙山寺，那雕刻的细致，那工法的繁复，那建材用料的阿萨里，天哪，都是金箔呢！如此壮观的建筑，当然就成为了观光客朝圣自拍的景点了。而寺庙周围的青草巷、佛具街、华西街、芝麻街，受到了龙山寺的嘉奖，也都绽放出了美丽的花花。但是整个地区经过了不同年代的都市改造后，总觉得少了那么点古味啊。那么这古味要在哪里才买得到呢？这个就要到隔壁来看看从清代保留至今的讲到了剥皮寮，就势必得聊聊这个剥皮辣椒。这个剥皮辣椒之于剥皮寮，可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就不要讲啊。不过奇怪了，为什么其他地方都被改建了，偏偏这个剥皮寮要被保留下来呢？而且还保留的有点 gay 掰。日治时期，剥皮寮被规划为老松公学校用地，也就是今天的老松国小。中华民国接手以后也说，台湾人啊，不可以在这里改东改西，改南改北，改思改伦，德玛西亚之里啊！不要把捞扯进来啊！到了80年代，政府终于决定都更一下，要把这个地方收回来了。居民面对家园被拆除的危机，立马组成了自救会。大家先是咚咚咚跑到了王老伯伯家考察，再咚咚咚跑到了刘老先生家笔记，终于揭露了许多浓史味的故事。这些努力成功获得民意代表支持跟媒体的报道，政府只好决定暂时别拆了吧，在台面上覆盖一张文化保存卡，结束这一回合。真是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啊！然而，就在剥皮寮将被登录为历史建筑的这一刻，老松国小校方与周边社区却跳出来说：“不行啊，快把这个地方给拆了！我们想盖个活动中心泡茶喝呢。你们根本就是想把这块地卖出去开发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”
面对两派人马的吵吵闹闹，政府决定各打50大板，一面启动剥皮寮植皮计划，同时把这块皮上的人们都赶出去。终于到了2009年，这块皮才以乡土教育中心与文青活动中心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今天我们走在剥皮寮街区，不时会有一股神秘的氛围袭来。眼睛里虽然看到老房子，可是潮到出水的文创活动却取代了原本小老百姓的生活白景。你可能会说，明明还是很多人哦，可是那些观光客都只是来自拍的。人去楼空之后，剥皮寮街区就像是包心粉圆没有包心，凤梨罐头没有凤梨，剥皮辣椒没有剥皮，看起来还是就好假，但是这一份假假的感觉，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文化保存吗？不过幸好啊，剥皮寮还没有变成剥皮寮文创百货园区，真是恭喜老爷贺喜夫人啊！今天的艋舺正尝试用好浓浓的历史气息，摆脱好坏坏的刻板印象，但人们的生活才是文化的活水龙头啊！如果除旧布新后的改造是要强迫皮剥前的旧 people 向剥皮后的新窝窝 say hello 那又怎么能 guarantee 这群人能满心欢喜、神采飞扬、心服口服又舒舒服服的接受嘞？剥皮寮在全能改造之后，要如何找回生活与文化这些最基本的东东，一起创造新的艋舺传奇呢？这个就需要大家动脑筋思考一下喽。这一集的故事台北，告诉台北 Story of Taipei 就在这里为各位画下一个极为世界又完美万分的小逗点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期天，睽违了半年，终于要进入故事台北的正式连载啦。从台北最老的地方艋舺开始，接下来每个月都会带着你发现一个台北的故事哦。听完这些故事，你才会知道，原来台北不只是一个潮地带，那些充满浓史味的好地方，可是展现了老台北的风格啊。老台北的风格是什么啊？就是很老很旧、史味很浓的风情与格调美。那台北还有什么风格呢？哇，台北的风格多着呢。有些文青风的地方，搞不好你踏进去就变成文青了；有些夜猫风的地方，搞不好你踏进去就以为无夜了；有些闺蜜风的地方，搞不好你踏进去你就知道自己只是个闺蜜。那这些风格地带要到哪里才找得到呢？那就要去台北风格交易所喽。今年10月，台北风格交易所的官网将会推出由民众及4位具有独特眼光的台北专家冯光远、青木由香、郑子敬、黄威荣选出的100家风格好店。哇哦，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兴奋啊？如果你想体验不同风格的台北，台北城市散步是个好会走路的步行导览团队。9月中会开始提供包含文青、老台北、夜猫、闺蜜等的各种漫游台北的精彩路线喽。想了解更多，你可以到台北风格交易所的粉丝专页凝望一下、沉思一下、左键按下之类的。哎呀，可是我都用平板，没有左键可以用啊，怎么办？好啦，总之可以去看看、逛逛、点滑之类的一个浏览的懒东懒西的动作吧。一起发现更多的台北故事，故事台北，我们下回见。